我们现在呢，把液晶勾一下，一定要用浓墨来勾。用浓墨，它里面这个墨色它有胶质，所以说就不容易画糊。而且呢，我们画的时候呀，尽量用舒画墨汁，因为练习墨汁它质地就比较稀，那么你很可能勾出的线呢，在这个湿的叶子上它就不太成形。朋友们，我们现在呀，在左边这一块把老干也补充完整之后，我们再去画右边，因为这个4尺的图呀，它也不好放进去，所以说我们拐来拐去呀，很容易它就找不对地方。那么我们呢，就把左边的这一块完整了之后，我们再向右挪。我们现在呢，准备好赭石色之后，笔上呢再来加一些墨汁。现在呢，就把老干来画一下。画这个老干的时候要注意到是不是和这个上面的花冠它成一个正比，不要说是上面的花头呀就特别的硕大饱满，而下面呢特别纤细，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种支撑不起来的感觉。我们现在呢就来把它的老干这一块来通过运笔来处理一下现在呢把镜头向外围这一部分拉，看看这个，因为我们这儿设计了，这儿还需要藏一朵花，是吧？叶胆花，所以我们在这儿用草锋运笔来把它的这个枝干这一块来画一下。你看这个明显的，你就可以朝这个方向走，然后这边这一块我们给它拐过来好，给它拐过来这一块拐过来，安排一些穿插枝，一定要安排上不然的话就不会说增加这整幅画的画面感。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处理一下，可以让它上账来。是吧？让它交错，这一点我们尽量避免雷同每画一笔都是需要考虑的，而并不是说是就是现成的就特别省心。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整体效果，像这儿画出一朵，然后这一块呢，我们要是看的就较为单调的话，也可以在上面再提升一个。在这个位置再起一个，让它也是有高有低出现。这个地方就好比说它就几乎就是有一种这种地面的感觉了这儿我们再来拐过来，把这个老干画到这一部分也不算是定型了，因为有好多地方我们还会做处理。咱们这儿画一个花头之后，是吧？旁边你还可以再进行添枝加叶呀。咱也没有说绝对的就一步到位了，所以说这一步我们就可以暂停。暂停之后再来给它添加这个花冠，顺便呢边上我们再把这个叶子再做一下处理。那这个地方我就来这个玫瑰色，然后笔尖呢，笔上去加一点曙红，曙红要多加不要少加。
曙红，接着呢，胭脂色。现在咱们在下面呢再打出一个花头，让这个花头啊，它就有一种微微向下的感觉。我们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叶片的后边这一点打过来，好，是吧？我们在下边画一朵。非常释放的花头，因为主角你画的非常细腻，如果说我们边上再画的过于细腻的话，那么它的放松感呢就会出现不了。整个画面虽然看着很漂亮啊，但是它就没有那种很激情的感觉。你看我们现在就这几笔，然后把它的笔法画得多放松。那下面咱们接着来啊，咱们再为其来进行补充。这里面也可以填一点点啊。现在呢，我们再把这个花蕊再一点，然后这花头它就不会说是显得过于空旷。当然，把这个整体画面感拉高，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在拼完花头之后，它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你就会发现呢，这个画面感呢，它就有些地方呢就比较整齐。那么我们就需要来通过调整，慢慢的给它打破。你看，好比说这儿，我们再给它加上一组叶子，然后呢，它就不会说显得过于突兀，正好呢把这一部分的，是吧？叶片咱们也顺势就给它调整过来了。下一步呢，我们再来调颜色。这里有水，有这个白，然后我们在里面加一点墨。意思呢，不要这个颜色太亮。调完这个色度之后，我们笔尖呢，你可以根据情况再来加一点胭脂。我们把远处的淡绿色可以给它来勾一下。现在。
然后接着呢，我们再往右边走。这个枝干它从大概从这个位置，对，让它也是交叉一下，错开。对，我们要来给它来个错位。上面我们也是就需要点。现在呢，我们离远一点看看这个左边的整体效果。画个大概差不多之后呢，我们也不要画的太满啊。现在呢，我们就要向右走，把这块补充完整之后，整个画面呢，我们就补充的差不多了。现在呢，我们还是接着把老叶子给它加一下之后，再把老干一添加，整体画面一协调，这幅画面呢就差不多。这个作品我们就可以给它画好了。朋友们，你看我们呢，现在这一块呢再加几片重叶子啊，那么我们呢就可以给它侧锋运笔。在这个地方呢来画几片啊，往下压，这个叶子不要太小。好，这一块画完之后呢，我们再往这个方向再来画上几片，向下。这时候朋友们会发现呢，这个下面呢淡，因为下面水大，然后上面呢颜色重一点，整个花呀整个叶子干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层次感。好，接下来我们再往这儿再来伸出一个枝干。对，我们在这位置让整个画面呢给它舒展一下。一会儿我们到时候在这个地方呢，有可能再画一个藏起来的花头。因为我们本身画的就是个写意。你看这三叉九顶，咱来给它顺势的也来表现几下顺势的来做个表现的同时，我们别忘了给这些叶片呢也进行穿插。我们在下面这一块你看它就有一些平行，我们呢需要在下面来打破一下来打破一下它的平行感。我们又加上一小片一小组叶子慢慢的就是不断的调整。咱们来把这个整个叶片的布局来布局一下。你看上边这一块上边这一块我们也是就需要调整一下的。好，朋友们，你看这一片叶子布局的特别完美。你看该围的地方也围了，该舒展的地方舒展了。那么我们呢就需要把这个右边这两朵不同颜色的花冠呢给它联系到左边去。所以说你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就可以画出它的老干，是吧？画出它的老干，然后呢这边我们再来画。这样画出它的这个枝干。你看这样过来了，然后这一块呢，它们之间呢还是有着联系的。虽然说没有长到一株上，对，虽然说没有长到一株上，但是呢，它也是下面有一个老干来支撑着它，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在画的时候呀，就特别明确了，哪一个花出在哪一个位置，从哪儿长出来的。这儿也可以来
对，穿插一下啊。然后这里的一点枝干呢，你可以顺势让它走过来，或者说我们一会儿啊再看势，再给它做个调整，调整一下这个画面感。在这里面也可以发芽出枝，让整个画面从这右边左边呢，让它们产生一定的这个关系。接下来呢，我们在上面这一块啊，再给它补充一下，该衬的地方我们再来衬一下。对，像下边这一块，一会儿咱们加点淡叶子来舒展。叶片该添的地方，我们可以再给它进行添加啊。好，朋友们，你看这一片叶子不觉得特别完美？你看该围的地方也围了，该舒展的地方舒展了。那么我们呢，就需要把这个右边这2朵不同颜色的花冠呢，给它联系到左边去。所以说，你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就可以画出它的老干，是吧？画出它的老干，然后呢，这边我们再来画。这样画出它的这个枝干，你看这样过来了，然后这一块呢，它们之间呢还是有着联系的，虽然说没有长到一株上，对，虽然说没有长到一株上，但是呢，它也是下面有一个老干来支撑着它，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在画的时候呀，就特别明确了，哪一个花出在哪一个位置，从哪儿长出来的。这儿也可以来，对，穿插一下啊。然后这里的一点枝干呢，你可以顺势让它走过来，或者说我们一会儿再看势，再给它做个调整，调整一下这个画面感。在这里面也可以发芽出枝，让整个画面从这右边左边呢，让它们产生一定的这个关系。接下来呢，我们在上面这一块再给它补充一下，该衬的地方我们再来衬一下。对，像下边这一块，一会儿咱们加点淡叶子来舒展。叶片
该添的地方，我们可以再给它进行添加啊。我们来给它勾一下液筋。在下面右边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里呢再画一朵叶藏花，这样的话会为整个画面增加这个灵活感。我们现在再来加上这个紫色啊，在盆子里点上一丁点儿，过来，是吧？晕染一下啊，然后就会发现这个水珠一会儿它的晶莹剔透感呢就会呈现出来。好，下方呢我们再来蘸一些重色，当然了，胭脂色加紫色是最好的，让它两个融合到一起去。在下面加重色来衬，是吧？这时候它的光感就会呈现出来。上面呢也可以稍稍的来一丝啊，来给它衬一下啊，让它这个水珠的光感给它打出来，是吧？从上往下一看，这个水珠啊就晶莹透亮。接着我们再往左边这一部分呢，把它的水珠也来加一下。下边我们整体向这个方向来移啊。那么这个水珠我们就把这个镜头拉的低一点。把毛笔洗掉，接着再来调上太白色，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画出半颗，过度晕染往上往上，下边重，上面淡，点上高光。剩下呢还是再来画上一颗画上一颗，这颗稍微让它拉开一点距离。拉开一点距离，然后再来点这个高光这一块，给它弄得浓重一点。好，画完这个，我们再来把这个衬一下。这时候你就可以来一点红色，稍微红一点，和上面的颜色让它接近相似。好，还是过渡，要有耐心。我们一定要给它过渡好。过渡好之后呢，我们在下边这一块来上重色，同样还是下压抬笔一衬，对，打出它的高光。
高光部分啊，然后它的侧影，顺便呢来个小轮廓，是吧？这种感觉就出现了啊，晕染的非常漂亮，特别有立体感，特别有质感。看我们大眼放去啊，是吧？这个花头啊，它就相当的漂亮。好，现在呢，我们就把它的整体效果放到墙上，我们来看一下。